我是消防单位的人，我都晓得其实一定有很多消防人员他们要调查火灾原因，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但是我的来意不同，我想要了解你们应变的过程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资讯，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我希望你的经验可以拯救更多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所以我想今天呢，我想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假设如果你问我怎么做好宣导教育工作，好，那我给这些宣导人员的建议是什么？做宣导教育训练，那我怎么样子吸引大家的注意？就是讲案例，讲故事。其实大家通常都会喜欢听故事，所以呢，你今天在跟他们讲一些重要观念之前，先跟他们分享案例，先跟他们分享故事，然后呢，再从这个案例之中去告诉大家，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但是呢，就有个小小的麻烦了，这个案例要从哪里来？就是你去访谈生还者，我通常去访谈这个生还者的时机，我不会在那个当下。重点是我表明来意，我希望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教育社会大众，我不是要来刺探你的隐私的。那你起手式都是讲什么？我会跟他讲说，我是消防单位的人，我都晓得其实一定有很多消防人员他们要调查火灾原因，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但是我的来意不同，我想要了解你们应变的过程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资讯，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我希望你的经验可以拯救更多的人。听起来蛮诚恳，但是我也说真的，我也不是每次无往不利啊，我也是会被拒绝过。但是你不尝试，你不踏出那一步，你永远不晓得你到底是会被拒绝，还是能够问到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个在火调的报告里面不会写到，是不是？火调报告他只是想知道这个火到底是为什么起火的，它起火点在哪里，他们只会去了解说，好，你今天发现者是看到什么样的景象，你做了哪一些应变可能去影响这个火势的燃烧路径跟燃烧现象。火灾原因调查它重点着重的是原因，而不是说我今天人在里面如何应变，这个不是他们偷懒，而是他们本来调查的东西就不太相同。我觉得我会有很多的素材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很吸引人的案例能分享，其实都是因为访谈经验得来的。但是回过头来，我知道有些宣导人员可能就会有个疑惑，包含呢，我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具备公职身份了，当然就不太方便去取得生还者的联系方式，就会觉得说，那我这样问不到案例啦。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故事不见得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只要有实作的话，你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在每次去上课演讲的时候，我分享的很多故事，其实有一半是我自己自身的经验。我想要给宣导人员也好，民众也好，最重要的建议是，大家真的要去实作。我们从宣导人员的角度来看，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在跟人家宣导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立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到这件事的话，你有什么资格站在台上鼓吹大家做这件事情呢？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今天实做之后，你会发现到很多的细节要领。你今天跟别人可能是讲相同的内容，但是你就是能比别人讲出更多更仔细的要领。举例来说，第一姿势爬行，我认为它最困难的点在于你找到门的时候，你要怎么维持那个姿势又可以开门。没错，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可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对啊，就会说手抬起来就好，可是其实你只要手抬起来，头就忍不住就会往上抬了。对，然后再来就是呢，你会手在那边乱挥的不断摸索，然后找不到门把在哪。我跟各位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沿着门缝把手抬高，你就会找到门把。这个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没什么，你没有实作，或者是你没听过我讲，我保证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对啊，对，所以其实方法真的很简单。如果真的有民众他仔细一点，他问到你这个问题，说你怎么回答他，而你回答不出来，或者是你回答的很笼统，没办法让民众一听就懂，其实人家对你的这个印象当然就会有点打折扣嘛。可是你看，我可以很明确的讲出一个非常具体而且真的是一定办得到又有简单的方法，人家就会觉得说，哦，你真的是个专家。你在这些实作当中呢，你总是会遇到一些很生活化的困境，那这些困境跟困扰，你如何去解决它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或是素材。再来最后一个事情，我觉得实作的好处，不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宣导人员来讲，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给你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实作，你才有立场教人家，你实作，你才会发现不一样的细节，你实作，你才会有有趣的故事能够分享，以及最重要的事情，你实作，它才能够真正的带给你安全。而最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就是空有这些知识，而没有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实作的话，它永远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父母在教导小朋友的时候，你要以身作则。所以呢，我想，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算是给宣导人员的建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在实作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欢迎下面留言讨论。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这个故事要从哪里来？对啊，总不能自己掰吧？对对对，现在也没人敢这样掰啊。这个不见得哦。我们上一集提到这个为什么观念时常在改变，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教错，是大家学错了。而学错的来源是什么？网络的假消息，一大堆人在掰故事，不是吗？对不对？